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是巴黎奥运会开幕的日子，4年一度的体育盛会终于又回来了。作为运动健身爱好者，我想你们和我一样，已经准备好观看精彩的比赛了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享受这次奥运会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特别推出一个奥运专题系列。在这9期视频中，我们会一起深入探讨9个奥运比赛项目：射箭、射击、游泳、跳水、体操、乒乓球、羽毛球、举重和田径。除此以外，我还会和大家分享与这些项目相关的10种专业体能知识：爆发力、力量、耐力、心肺耐力、速度、柔韧性、灵敏性、协调性、平衡性和运动准确性。通过这个系列视频，我希望大家不仅能看懂比赛，还能够了解到这些运动背后的科学和技巧。这样，你们不仅是看热闹的观众，还是懂门道的行家。好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。今天是奥运会的开幕式，正式比赛还没有开始，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，先为大家介绍一下10种体能的基础知识。这些体能名称大家可能听说过，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它的实际意义。首先谈肌肉爆发力。爆发力是指肌肉在最短时间内所产生的最大力量的能力。想象一下短跑选手从起跑线上出发的那一刻，或者举重选手猛然举起杠铃的瞬间。爆发力对于许多运动项目来说都至关重要。爆发力的大小受到2个主要因素的影响：肌肉纤维类型和功能系统。会计纤维是爆发力的主要来源，而磷酸原功能系统在短时间内能够提供足够的 ATP 能源，使肌肉在运动中的强度达到最大化。因此，爆发力被认为是最高强度的体能类型。接下来是肌肉力量，也称为绝对力量，它是肌肉对抗阻力的能力。这种能力在奥运项目中不会被单独使用。例如举重时，力量体现在提起杠铃的初始阶段和将杠铃举起后的支撑阶段。柔道选手需要力量来控制对手，并进行投技和擒技。田径选手在投掷项目中依靠力量推动和拉动投掷器械。力量和爆发力的最大区别在于肌肉收缩的速度。力量是肌肉慢速收缩产生的最大力量。然后是肌肉耐力和心肺耐力。肌肉耐力是指肌肉长时间的工作能力，而心肺耐力是指心脏、肺、循环系统长时间为身体提供氧气的能力。例如长跑选手、长距离自行车、游泳选手需要强大的二者结合，才能在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度的运动表现。肌肉耐力主要依赖于慢肌纤维，也就是1型肌纤维，而心肺耐力依赖于强大的心脏和高效的肺功能。下一个是速度。速度是指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特定动作或覆盖特定距离的能力。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快字。无论是短跑选手在赛道上的冲刺，还是足球、篮球选手在场上的快速移动，速度都是关键。速度的高低受到肌肉爆发力、神经系统的反应速度和肌纤维的类型影响。会计纤维是速度体能的主要肌纤维。再来谈谈柔韧性。柔韧性是指关节以及其周围结构在其活动范围内的运动能力。柔韧性可不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，一个软字就能概括。运动中的柔韧性其实更贴近于一个弹字，体现在肌肉、肌腱、韧带的弹性上。有了弹性，速度才能更快，而且减少受伤的风险。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跳水和体操选手，他们需要极高的柔韧性才能完成复杂的动作，并保持优美的姿态。柔韧性的高低受到关节结构、肌肉和结缔组织的弹性以及神经系统的调节等因素的影响。接下来是灵敏性。灵敏性是指身体快速有效地改变方向、位置和姿态的能力。例如足球选手需要灵敏性，快速变向和躲避防守。篮球选手依靠灵敏性进行快速的突破和防守。羽毛球选手需要灵敏性，迅速调整步伐，接触快速变化方向的球。说白了，灵敏性就是运动中快速变向的能力。它的高低受到肌肉力量、爆发力和神经系统的反应速度等多个因素的影响。然后是协调性。协调性是指身体各部位组织在运动中相互配合的能力。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依靠身体多部位的配合，
完成复杂而流畅的运动表现。协调性的高低受到神经系统的调节能力、肌肉控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。第九，平衡性。平衡性是指身体在静止或运动状态下保持身体重心稳定的能力。例如，体操选手需要高度的平衡性，才能在平衡木和吊环等项目中保持稳定。赛艇运动员依靠平衡性在水上保持船体的稳定。摔跤和柔道运动员需要平衡性来抵抗对手的进攻，并维持自身的稳定。平衡性的高低受到大脑前庭系统、肌肉力量和本体感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。最后是运动准确性，它是指在运动中精确控制身体和器材，以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。例如，射箭运动员如何将箭射中靶心，体操运动员如何准确地完成复杂的动作和定位，击剑运动员如何刺中对手的有效部位。运动准确性的高低受到神经肌肉的控制能力、手眼协调能力和专注力等多个因素的影响。运动准确性是最贴近于专项运动技能的一种体能。以上这10个体能就是奥运会各个项目的底层逻辑。有了这些体能的知识，你就会发现任何比赛项目其实都是一场体能大战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